大家是不是一直都觉得二驴非常可爱呀？但是我不会告诉你的是，它的脾气到底有多暴躁。它咬人的时候就是这么痛，而且甩都甩不掉的这种系列。看一下，你还咬？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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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呀呀呀！你们是不是觉得它说话很优秀啊？你好，你好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抵制日货1+1等于6，起床了，开挖掘机了。醉酒当歌，来杀几回？1、2、3、3，快上车，没时间解释了。但是我不会告诉你们的是，它一说话就卡带，而且卡得一发不可收拾的那一种。你说你喝醉，你说你乖，小了。秋名山上行人稀，秋名山上行人稀，秋名山上行人稀。我更加不会告诉你们的是，当你问他你是谁的时候，他的回答和贝贝有多大的区别。你是谁？我是你大人。当我问贝贝你是谁的时候，他的回答是这样的：你是谁？我是小八哥。我更加不会告诉你的是，他脚上只戴了一个脚环，而贝贝有2个脚环。八哥，而且你们也不会知道他们在洗澡的时候区别有多大。贝贝在洗澡的时候，水位更低，这么深的水位，他不敢下去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。上一次别人送了我4只特色虎皮，不小心越狱了2只，现在就剩这2只了。你们看一下，你们喜欢的颜色还在不在？这一只还在，这个挺漂亮的。这一只也还行吧，反正最漂亮那一只已经跑掉了。但是这一只特别怕人，慢慢训。前段时间我特别忙，所以就没有去训练它们，导致它们几个特别怕人，这也是导致有2只越狱不回来的原因。现在只能去在室内玩一下，从现在开始要开始训练它们了。因为朋友送过来的时候，这4只虎皮已经差不多齐毛了，相对来说还是有点大，但是这种鸟是人工繁殖的，野性没那么大，还是好训。过来，漂亮吧这一只？哦，掉下来了，飞累了，终于给它架到手上来了。
这种开始训练就要小心翼翼的。万能的饥饿法。现在这种上手属于是强制性的上手，因为它一直飞到没体力之后，这个时候把它抓到手上，它才会老实的待在手上，不然的话，它还是很怕人的。所以我们训练第一步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。一般情况下，必须要在室内训练，室外训练100%飞走。它很怕人。这个时候我们一般的可以在手上拿点食物，饿个它几个小时，然后给它喂吃的，喂的时候抚摸它一下，增进我们之间的信任度。最开始可以考虑在笼子里面，就是手伸进笼子喂吃的。我们所说的饿训，就是训鸟之中的饥饿法，是最浅显的方法，也是最快的。言外之意就是饿它，然后用食物来控制它，让它听话。然后很多人就是不知道在训鸟的时候要饿它多久，一般的3到5个小时吧，不能饿太久了，饿太久了容易把它饿死。还有就是饿鸟训练其实也是有讲究的，一般的鸟太瘦的话，不建议去饿，先把它养肥一点，不然的话你估计饿过好几次，指不定它就暴毙了，因为它本来身体素质就差。这个时候一般就要把鸟养得很肥，当然也不是特别肥。如果你给它养到特别胖的话，它就是你饿它几个小时，它也不是很饿，也不好训。然后判断它是否是胖还是瘦，就这里，我大拇指这里，它这个胸骨两边的肉，如果这个胸骨特别尖，那这两边基本上没有肉，那就很瘦。如果有一点点尖，然后两边有一点点肉的话，那说明它这个鸟不是特别瘦。目前这一只就是不胖不瘦，正好训练。如果它这个胸骨你摸的时候它特别尖，就是它特别瘦，特别瘦的话就不要去饿了，很容易把鸟给饿死。所以说这第一步非常重要，去判断，不然的话你可能训着训着训一段时间，这个鸟就已经暴毙了，你白训了，也可怜了一只小鸟，一条小生命。总之吧，像这种虎皮鹦鹉，你说是从小养的吧，它也不是；你说不是从小养的吧，它还不会吃的时候就开始养它，反正是起毛的。这个时候它已经有意识了，就是要后期要花一点时间去训练。它也不怕人，但是你如果说想跟它互动特别难。目前它站在手上是因为它飞累了，所以才站在手上。其实它吃饱的情况下，它还是特别怕人的。所以说这种鸟的话，无外乎就是我刚刚说的饥饿法，多拿食物去喂，手喂，让它站在手上吃，然后喂的时候配合口令，让它明白每一次这个口令就有吃的，然后要飞到手上。先在室内训，然后多跟它互动，比如说这样站在手上抚摸它一下，慢慢的让它接触到人，接触的比较多的话，它就不会怕人了。其实很简单，这种花个10天啊，10天左右就训好了。这个我从今天开始要正式开始训练它了，希望它以后也能去户外玩耍。最后要强调一点，这个虎皮鹦鹉是可以合法养的啊，不是违法的鹦鹉。因为鹦鹉多数都涉嫌违法，私人不能饲养，但是虎皮鹦鹉是例外，希望大家能懂。